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5月23日。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两部分的内容啊。大家都知道5月21日呢，全国召开了两会，也就是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两部分内容呢，就和这个两会相关啊。首先呢，我们是看一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啊，有哪些独特的内容。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分析一下关于那个香港的一个草案啊，引发了这个剧烈的这个激荡和这个争论。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呢，是否会受到影响啊？会受到多大的影响？那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啊，这个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图。那这张图呢，是对比2019年和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要点啊，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那第一个变化呢，就是不再提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啊，这个是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历史上的头一次。那第二个大的变化呢，就是不再提广义货币 M2 和名义 GDP 增速相匹配啊，还有社融余额同比和名义 GDP 增速相匹配啊，还有这个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提人民币汇率啊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那在我看来呢，这就是最重要的三点啊，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最重要的三点。那其他的像这个 CPI 啊保持 3.5% 啊，城镇新增就业啊，失业率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没什么好看的。那赤字率3.6% 以上啊，财政赤字较去年增加1万亿啊，特别国债1万亿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地方国债、地方政府的专项债3.75万亿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为了六保啊，就是其实是面对就是已经中国达到100万亿人民币 GDP 这个体量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多发一点这点国债啊，或者专项债什么的，其实都是杯水车薪，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刺激效果啊。主要还是为了实现六保。那这个呢，刺激跟08年当时的这个刺激政策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那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呢，我就主要说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比较关注的那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关于不再强调广义货币 M2 和社融余额与名义 GDP 增速相匹配啊，也不再提这个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那说明货币政策呢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达到极限。未来呢，货币政策不会再考虑这个名义 GDP 增速的事情啊，它唯一关心的，而且最看重的呢，就是全社会的资金链不要断裂啊，不要发生这种金融系统性风险啊，不要发生明斯基时刻。那我们从这个今年1到4月的天量的社融规模和 M2 也能看到，就是中国央行呢已经拼尽了全力通过3次降准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到一个很低的一个水位一个水平。那这个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呢其实已经低于大部分的国家加总的这个法定存款加总的这个存款准备金率。那商业银行的风险呢也就开始逐步暴露央行呢可以说此时已经来到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平衡点或者说临界点。那如果你要继续救助实体经济呢，你就要继续放大这种金融风险，就是要多放水所谓的多放水，所谓的多增加信贷。那如果你要不救实体经济呢，那最终实体经济的风险呢，它也会传导到金融机构因为这种坏账的风险，那金融风险也会大增所以这就是一个两难局面。那第二点呢是关于这个为什么没有提这个 GDP 的增长目标？那2020年呢，我想大家都有感受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呢，可能是有一定的转折点的意味以前有人说句玩笑话他说2019年呢是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但是却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那这话呢真有可能最后呢也一语成谶这个一语言中。那中国经济的发展呢，总体来讲，在2000年以后呢，基本都是顺风顺水顺周期。经济发展呢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增长。那未来呢，我们会来到一个什么状态呢？未来呢，我们会到一个非线性的世界就这个世界的发展状况，它会充满这种不确定性会非常的跌宕起伏。那甚至呢，有一年或者某几年，这个 GDP 会出现负增长都会变得很常见。那我觉得大家呢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那第三点呢，就是他没有提这个人民币币值的这个基本稳定那我估计呢，下半年随着这个经济和金融风险的增大，包括这个人民币长期的累积的这种贬值压力我之前也讲过一期节目，就关于这个人民币的决定因素几个因素。那在下半年呢，估计这个贬值的压力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释放再叠加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国际环境和外部压力，那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呢确实不可小觑
我估计过了这个，因为现在在7.14、7.15嘛，这个离岸的汇率啊，那如果破了7.2以后呢，它可能朝着这个1:8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奔过去是有可能的。那好，简单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政府工作报告啊，那这个东西呢稍微看看就可以了，主要呢和往年的变化呢看看在哪里啊，其他呢我觉得也用不着多看啊，没有太多的这个解读的意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和这个香港金融市场的问题。那先说一下这个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问题啊，大家知道香港和纽约和伦敦啊并称为这个全球3大国际金融中心，咱们这一天时间是24小时啊，全世界都实行8小时的工作制。那全球呢这3个时区呢各有一个金融中心啊，这个叠加起来呢恰好可以保证全球24小时的金融交易不间断。那我们来看几个数据啊。在2018年，香港作为全球投资接受地，这个金额就是全球资金的这个接受地的金额全球第2，仅次于美国。那在第二个就是香港吸纳的这个直接外来投资呢是1157亿美金，全球第3仅次于中国大陆。还有就是2018年香港的这个全球人民币业务占全球人民币支付交易的79%。这个第4个数据是2017年国际资本通过香港在大陆设立的企业高达 50.7%。第5个数据呢，就是大陆通过香港吸引的外资投资达到 72%， 是大陆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地。那最后一个数据呢，就是香港是中国大陆最大的转口贸易地总的贸易量是 1.1万亿美金。那这个数据呢是中美进口贸易的总和的 1.73 倍。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到香港这个地方虽然很小，那人口呢跟大陆很多城市比起来呢也算不上太多尽管它有700万的人口，但是这个资金的活跃程度包括资金的交易量包括这个资金在这里聚集那可以说是亚洲任何一个城市都比不了的。那香港呢可以说既是国外资本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同时呢也是中国资本走向海外的一个桥头堡。那国际金融中心呢它就是全球天量资本这个聚集中心，那有着对全球资本强力的这个控制和支配的这种巨大效率所以这是香港的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地位。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全球金融这个经济自由度的一个排名可以看到这个香港的经济自由度排名是全球第1位的这个打分是 89.8 分比新加坡、新西兰这个瑞士都靠前。那这个全球经济的这种自由度也是这个培育香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好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这周4这个5月21日开的这个中国两会就是这个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通过了一个就是提交了一个草案，这个草案的全称呢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非常长。那我简单的就称这个为香港国家安全法吧。那这个草案呢是准备在5月28号，也就是下周4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那我们可以看到呢，香港金融市场看到这个消息以后的反应就是上周五也就是这周五恒生指数下跌了 5.56%。但是比较有意思呢，就是关于这个香港市场的大跌这个国内的市场的分析师呢基本全部都失声没有人敢分析这个香港市场为啥跌了这么多。那很明显呢，这个金融市场呢，香港的金融市场是对这个法案通过以后有很大的这个担忧和顾虑。香港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的建立说到底就是它不光是这个金融机构金融人才，那更关键呢是它的一个法治环境也就是一个稳定成熟的这个法治环境，它能够吸引资本对资本比较友好最后呢所以这个资本的流向和资本的走向呢就会像这个就很容易在这里聚集。那很多人很关心就是这个法案如果一旦通过以后呢究竟会香港的这个金融地位和这个金融中心地位和金融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未来呢究竟会演进到一个什么程度。那我认为主要呢就是看这3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香港本身会不会有在更大的动荡会不会激起这个新一轮的更大的这种示威游行或者是一些动荡。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欧美的反应就是外界的反应，那尤其是这个美国的反应。那特朗普最近呢就是他这个在离开白宫以前就是他表示如果中国通过这个香港国家安全法呢将会做出强烈的反应。
那第三个呢，就是资本的态度啊，资本呢向来厌恶风险。自去年香港这个反送中风波以来啊，整个资本的这个不安全感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烈。那未来呢，随着这个中美对抗的大趋势愈演愈烈如果一旦呢进入这个临界点或者转折点呢，资本呢就有可能持续的流出香港，进而引发这种香港的这个金融市场的海啸。那很明显，这个大家已经能感受到这个香港呢已经变成就是继中美贸易战和中美科技战以外的又一个对抗的这个焦点和战场。那香港的命运呢，可能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这个中美竞争对抗的历史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就是很多的美国的中概股现在都在考虑从美股退市因为他们面临着这个美国证监会呢越来越强的这种监管压力。那美国呢，在美国时间5月20号，美国参议院呢一致通过了外国公司担责法案这个法案呢要求特定的证券发行人证明其不受外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法案同时要求呢能够检查在美上市公司的审计机构，说白了呢就是能够审查这个上市公司的审计底稿那这个法案众议院通过以后呢，总统签署以后就会生效。那在前一日，就5月19日纳斯达克呢针对部分国家的公司修订了上市规则主要是有三大要点大家有兴趣呢可以仔细看一下。那最重要的呢还是第一点就是这个限制性地域公司的审计质量、审计机构资格的要求还是对审计这块的要求。那这里面它这个限制性地域呢，指的就是法律制度，由于法律制度安排等因素使得美国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在获取上市公司信息方面存在障碍的国家或地区。这个呢明显是包括中国的因为中国这边的法律规定呢，就是跨境证券监管事宜呢要通过证监会进行你不能独立，就是美国的监管证监会跑过去直接去进行。那现场检查呢要以中国监管机构为主进行或者是依赖中国的监管机构的检查结果你不能直接跑过去就自己去这个检查去。那这个呢就符合了这个限制性地域的定义。所以可以看到呢，美国的监管机构美国的不管是这个证监会美国的这个交易所都对外来的公司在美国上市要求是越来越高、越来越严审查力度越来越严。尤其是出了一些像这个瑞幸咖啡这些造假的类似事件以后那整个这个在华尔街他们形成这种共识，监管就越来越严格。而且不光是形式上你要符合这个美国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规则，同时实质上呢也要对你的这个审计底稿能够抽查、能够检查。那正是因为这个美国监管机构的这种压力就是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呢就开始这个在香港2次上市的一个潮流。那最早的践行者呢当然就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呢这个非常敏感这个嗅觉、经济嗅觉和政治嗅觉都非常敏感。2019年11月呢，中概股市值最高的这个阿里巴巴率先选择在港交所2次上市变成在美国和香港上市两地上市公司然后就是最近传言的这个京东说是确定已于这个下个月6月18日正式在香港挂牌上市。网易呢也通过秘密方式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最快呢是在6月底挂牌上市。那后续呢最近还有百度也有很多的传言说它也要这个回到港交所上市所以后面可能百度携程爱奇艺大量的这些互联网公司都有可能陆陆续续的启动这个回港上市的进程。那我觉得回港上市呢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中美对抗的这种非常激烈香港金融市场呢越来越动荡。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那就有人说呢这个时候回归港股呢正是一个好的时候，因为港股呢估值低的已经不能再低了目前的这个恒生指数市盈率的中位数呢是 9.69 倍回顾过去40年，大家知道这个香港的估值香港这个恒生指数估值本来全球这个横向来比呢就算是比较低的它比 A 股比美股比很多国家的股市的估值都偏低一个是因为它流动性不太好流动性这个没法跟 A 股和美股去比。另一个方面呢，再加上这个香港的这个动荡对它这个估值也有压制。那回顾过去40年的历史呢，当前估值的比现在估值低的情况呢，只出现过4次如果是看市净率呢，恒生指数的市净率已经破1了意思就是整体的这个市值呢，比目前整体的这个会计上的净资产还要低。那这个呢是恒生指数有史以来呢第3次这个第3次破净。那前2次呢分别是1998年的金融危机，还有就是2016年初的那个时候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回港上市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很多时候呢回顾历史，你去横向的比较估值，
那有的时候只是在开着这个后视镜开车。但是现在这些美股的中概股回港上市呢，它也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选择啊，因为在美国呢，随着监管的越来越严格啊，它可能会受到这种退市的威胁啊，或者是受到很强的这种监管的这个压力。那好，最后呢，我就想说一点关于这个风险传递的问题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15年的时候呢，是中国 A 股当时股灾的爆发，那当时金融市场的风险的传递顺序呢是由内而外传递啊，拖累了港股以及海外市场大跌。那这一次呢我比较担心的是香港金融市场的这个风险的率先爆发。那风险呢，它有可能是由外而内啊，这个向境内金融市场传递或者传染。那香港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中美之间对抗对垒的一个前沿阵地。那资本流出香港的这个风险越来越大啊，倒是如果一旦成规模成体系的流出，就有可能引发这个金融动荡啊，变成引发金融动荡的那双蝴蝶的翅膀。好了，最后呢，给大家总结分析一下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的一些要点以及一些变化。那接着呢又跟大家分析了这个香港金融市场的动荡的局势最后呢又聊了一下我对香港金融市场风险由外而内传递到境内市场的这种预警和担忧。那感谢大家的收看，记得点赞、转发、订阅，我们下期再见。